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寿比南山高更高。可是当我们年长的时候，要如何健康长寿的活着就非常重要了。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手大学陈旺全教授来到节目现场。陈医师啊，今年累月在保养他自己，今天我们就以他现身说法来跟大家分享。陈医师你好。主持人丹妮好，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看到陈医师就知道，陈医师真的是抗老有方，这个年纪了还保持这么有精神、有朝气。那么想问一下，就是说一般人啊，就是要开始逐渐步入老化，是从几岁就开始了？我们人的一生当中，25岁开始一直到35岁都是一个黄金时段。35一直到40岁就开始身体会转折，会有一些的变化，器官啊、组织啊就开始有衰退的现象，会逐渐的出现，一直到55、60岁以后，哇！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这个讲究保养，很容易更快的衰退。所以有些人到了70、80岁以后，就有些必须要拄拐杖啦，甚至要坐轮椅的。因为现在人年纪都有比较大了，因为每个人的老化程度不一样。我们现在流行的世界的医学已经开始讲究，人要怎么样保持这个很好的身体，然后才能过很好的生活。所以这个对老化他们会非常的讲究，那不是讲究而已，务必要自己来实行我们自己的抗老化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寿命长也要活得很健康。为什么现在用化学的东西来调养身体，现在一直慢慢被摒弃掉？原因就是自然的东西对我们身体才能直接的应和，所以这讲的叫做精准医学。精准医学就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身体的状况，给予适当的食品啦、药物啦，或是做运动，那这样才实质上真正对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才建立到很好的基础，那么老化的情形就会延缓。尤其女孩子可能特别有敏感了，就是她皮肤变得粗糙啦，然后比如说头发变白啦，或者是说开始掉头发啦等等，这些可能就是慢慢一个老化现象。那还有没有其他也是一个老化的现象？我也一再强调说，皮肤是我们身体上一个最敏感的一个器官。皮肤如果开始皱纹出现了，或是这个黑斑、雀斑开始出现了，就真的你已经步入老化的这个开始的阶段。第二个就是睡眠跟记忆力的障碍。睡眠有分就是一躺下去睡得着，结果到2个小时就睡中又醒来，或者是忽醒忽睡，凌晨的时候睡不着。其实我们睡眠有一个很重要时间就是我们根据每个地区我们因为全球嘛，根据每个地区的生理时钟来变化。我们知道褪黑激素说，当你晚上暗的时候，褪黑激素分泌，你身体上每个人都一样。中外的人士都一样，那个松果体的温度就下降，一下降以后你就开始要睡，熟睡以后脑部会产生这个多巴胺，多巴胺就分泌脑部的血清素，你睡得好，第二天就会非常有精神。如果你睡不好，第二天紧接的就是情绪的不好。那我们为什么会跟记忆力这个障碍会产生的这个连结关系？因为你多巴胺分泌不足。不足它就不会分泌脑部的血清素，脑部的血清素一分泌不足，你记忆力就会不好。所以我们看有很多妇女朋友来看我门诊的说，医生我很厉害，你什么厉害就很好啊。他说不是，失智有点厉害。我说怎么样厉害？他说我本来在客厅想到厨房冰箱打开要拿什么东西，走到厨房冰箱一打开以后忘记要拿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暂时的这种失忆。那久了以后你会感觉到说，怎么常常忘东忘西？那这样就会互相连结以后心情就会不好，所以睡眠不好，记忆力又差，情绪就非常不一样。再来就是骨质的密度开始超速的流失，也就是说我们的骨质密度到了40、50岁这个时候都还好了。如果你到了55岁到60岁的时候，骨质密度一流失，我们现在都会检查嘛，你负2点几负到3以后，哇，那这个就要紧张，因为你稍微一不小心跌倒，或是女孩子她有时候稍微穿高跟鞋一扭一下，那骨折了，这个都是骨质密度的问题。再来就是贫血的现象，人一生当中就要气跟血，气是运行你的身体上整个5脏6腑，心脏缺氧，
缺血就会有心脏衰竭啊，或是心跳不足，脑部缺血就会造成缺血性的脑中风。再来掉发，掉发你怎么分呢？有些女孩子留长头发，一梳头也会掉。我说，请你检查一下是不是毛囊的问题。如果你掉头发的时候，毛囊的前面有白白的，就是毛囊的问题，那这个时候要及时赶快来做治疗啊！如果说不是，你只是我这样梳的话，就掉出来啊，掉下来以后，我们一天最高容量可以掉100根。如果掉了超过100根以后，那就代表你身体已经逐渐在老化的过程当中。再来，性功能障碍的衰退，很多女性朋友都讲说这是男人的问题，怎么会是男人的问题呢？我们常常讲说，女人的幸福建立在男人的身上，男人没有给她一些适当的这个调整呢，女人真的会苍老很多。原因就是因为你荷尔蒙的分泌就会减少，荷尔蒙减少以后，你的肤质就会变化。当然，也有些相关疾病就必须靠医师来做相关的调整。那我们会讲说，什么叫细胞性的老化？就是说你开始有疾病，然后导致你身体老化的现象。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病毒跟细菌。病毒有太多种了，我现在也非常讲究这个病毒，我们要如何去控制它？其实最简单就是你自己不能老化，你自己身体的免疫功能要很好，身体非常健康，你这样病毒就没有办法侵袭你。那细菌，比如说你手上有伤口，伤口以后，那你这个细菌刚好侵袭，那细菌侵袭以后，如果你没有及时防疫，那你就有可能就变成菌血症。再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是一种很麻烦的一个疾病。第一，我们会怕脑部血管疾病，就是脑部的中风。那你现在老化，一稍微轻微中风，你就是老化的迹象就跑出来。那心脏病，心脏就是我们身体上唯一一个马达，这个马达一定要一直正常的启动，它不能停的马达哈。所以这个心脏有开始竭力不整或是心脏有开始跳动的这个次数不够。心力不足，脑部的氧量呢，四肢的循环呢会麻木，那当然就是老化。再来，我们看到肥胖，然后大家一定说肥胖跟老化有什么关系？肥胖因为它会应用我们身体上太多的资源。如果你的体重超过标准体重1公斤，心脏就要负担走2公里的路。那你看一下横算，糖尿病跟肥胖也有很大的关联存在。糖尿病会产生的副作用太多了，包括皮肤发炎、皮肤痒了，还有就是骨质的疏松，还有就是神经的疼痛。现在世界最重视的就是像这高血脂症高血脂症就是你血中的不好的胆固醇太高了，好的不高，就会产生这种细胞性的老化。还有再来就新陈代谢，新陈代谢疾病太多了，包括比如说甲状腺、副甲状腺还有胰脏的这个问题，还有肾脏的问题，通通都跟这个新陈代谢疾病。所以新陈代谢疾病一异常以后，就会产生相关的疾病的出现。那细胞性原因导致老化怎么办？就是重要，先把这个细胞性的疾病先控制好，你老化的情形就不会那么快。怎么样饮食习惯？第一个，适当的肌肉空腹，不要说我们常常讲饱足这样每天都饱足以后，它的代谢性就会缓慢。稍微饿了以后，脑部会启动这个多巴胺出来以后，它会制造脑部的血清素脑内啡就增加，所以记忆力就会好。那再来就是非常要讲究，就健康的食物。第一个，番茄啦，它有贝塔胡萝卜素、茄红素。再来菠菜，它有很多的维生素，年纪大会便秘就多吃这个菠菜。然后这个燕麦就有很多的维生素，对过敏有很大帮助。这个花椰菜大家都知道就怕得其他的疾病不好的恶性肿瘤等等，多吃花椰菜。还有芦笋这个维生素也有很多这个奇异果还有钾离子维生素也都很高。再来。香蕉，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把香蕉列为是最营养的这个水果，而且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唯一我一定要强调，因为香蕉跟奇异果都是钾离子比较高，如果有肾脏疾病的人，你就要特别讲究一下不是不能吃。那葡萄重点就是在葡萄皮跟它的籽，因为它的籽是有维生素 P， 而且又有补血作用在。女孩子要养颜美容，这葡萄真的不要缺乏
那除了这些饮食之外呢，其实运动也很重要嘛。我这样强调好了，因为我们要分阶段的。但如果说是在抗老化的阶段过程当中，你年纪差不多20-30岁的时候，那差不多35岁开始的时候，你即使就维持你平常的一种运动，但是我比较讲究的就是说，你先散步，但散步地方要讲究地点，地点就有山有水的地方最好。树它会分泌很多芬多精，第二个就是要有这个水的地方。因为它要分泌负离子出来，所以有些人为什么要去爬山，要看看瀑布啦？但我最讲究的说，希望能够学这个游泳，游泳是最好，因为它是借水的浮力，你身体的负担不会那么重。再来就是一定要吐息，年纪最怕这个老化就是氧量会不足，怎么办呢？我经常请人家说，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你就用鼻子吸气，慢慢吸。鼻子是吸到不能吸的过程当中，你的肛门就会紧缩，然后再慢慢嘴巴张开吐气，慢慢吐，慢慢吐。你早中晚各做10次，呼吸10次，那这个调息就会非常好。当然我自己发明的这种剪刀操两脚为蹲，但是膝盖不要超过指尖，两手往外伸，那五指向上，掌心向外，先一上，然后回来扩胸，然后再一下这样一个方式，然后紧接着这个时候要变换，换为大拇指朝天，这样一上，然后回来，然后扩胸一下，然后再扩胸，这个时候第二指要往上升，也是一样，一上。一下，那眼睛都平视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扩胸，然后变3指，一上，好一下，再来就变4指4指一上，好一下，再来我们一定要握拳头，把拇指握在手掌心里面，然后这个也朝外一上一下，回来以后就挺身收功，扶着这个关眼的地方，因为剪刀操就让我们身体上这个12经络都有受到很大的一个调整。那人要 OK， 就是气血循环要非常好，阴阳要非常平衡，那自然而然整个的状况就会很好。各位朋友，如果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欢迎按影片下面的超级感谢赞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制作更好的内容，让您和您的家人更健康。